美國信用矩陣不是為了讓你換個地方花錢，本質上是在做一場跨越國界的認知套利。嗨，大家好，我是獨立離岸顧問Sean，關注我，讓你全球都有人。最近收到朋友們的留言，Sean，2026年了，普通人在國內配置美元資產，除了買點美股、存點定存，還有沒有更高階的玩法呢？我想很認真的告訴你，如果你還停留在存款取息的農耕思維，那你守着金山討飯吃。最近我們社群也有一位會員朋友很興奮的跟我說，Sean，我華美開了，第一證券也入金了，是不是可以全球化資產配置了？當時我就給他潑了盆冷水，兄弟，你就只是拿到了遊客簽證，如果你不懂什麼是 ITIN， 不懂 LLC 架構，不懂如何通過信用矩陣撬動銀行的零息貸款和高端權益，那你其實一直被擋在美國金融體系的防火牆之外。今天我打算把這套原本只屬於少數精英階層的跨境金融核反應堆方案給全盤托出。從地基到裂變，再到高階融資，我會手把手的帶你把賬戶、稅號、公司和信用卡連成一條線。乾貨極硬，建議先讚後看，這可能是你今年最值錢的10分鐘。話不多說 ，Let's get into it。第一層地基，從外國人到信用居民，很多人一上來就問上哪張信用卡返現高，哪張卡又權益好 ？Stop。在你跑起來之前，你得先學會在美國的系統裡落戶。ITIN， 你唯一的數字靈魂。很多人以為 ITIN 個人稅號只是為了那點微不足道的退稅，那這就是最大的誤區。在美國3大信用局 Experian、Equifax、TransUnion 的算法裡邊 ，ITIN 就是你在美國的数字身份證號。沒有它，你哪怕在銀行裡面存個100萬，你的信用記錄也是斷裂的、不可追蹤的。2026年，美國銀行的風控邏輯已經全面 AI 化，他們不看你長什麼樣，他只看你的 ITIN 關聯了多少年按時還款的數據。有了它，你才真正進入了美國金融體系這個朋友圈。2、居民地址，金融系統的信任锚點。再來聊聊地址，有些博主教你用貨代轉運公司的地址，我勸你趁早打住。銀行後台有一張 CMRA， 也就是商業郵件查收代理的黑名單。2026年這套名單更新的速度是以天為單位的，一旦那個地址被標記，你的賬戶隨時可能因為信息不真實而被關停。你需要的是一個真實的、有居住屬性的住宅地址。我這裡首先推薦大家使用親戚朋友在美國的真實地址來申請，這也是我親身給國內家人用 ITIN 成功開卡的關鍵經驗。如果大家確實在美國沒有親戚朋友，也可以通過 True Residence、Post Scan Mail 或者 Anytime Mailbox 來租一個居民地址。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使用 Smarty Street 來分辨租來的地址是 CMRA 還是居民地址。一定要注意 CMRA 是完全不支持美國銀行賬戶和信用卡開戶的。3、手機號碼，你與銀行之間的信任協議。有朋友問過我，Sean，我在某寶上買個 Google Voice 虛擬號不行嗎？不行。在2026年，這幾乎等同於告訴銀行我是個騙子。美國銀行的風控系統會調用 Carrier Database， 也就是運營商數據庫。Google Voice 這種虛擬號會被標記為 VoIP， 在銀行的眼裡 ，VoIP 代表着高風險、易棄用、無法溯源，而且你的手機號會被記錄在 Nexus， 也就是精算數據公司的報告裡。一個長期持有的實名的 Real SIM， 比如說 Ultra Mobile 的 PayGo 或者 Tello， 或者我此刻正在使用的 US Mobile， 這都是銀行確認你真實存在的重要信號。記住，你的手機號要像 ITIN 號碼一樣長期維護。如果你今天換個號，明天再換個號，在信用局的記錄就會產生一個斷層，導致你的信用評分 FICO Score 直接難產。4、銀行賬戶從儲戶到信用資產的質變。為什麼我建議大家在申請信用卡前，先要去開一個實體銀行，不論是華美、Capital One 還是花旗銀行這類實體大行的支票賬戶呢？這叫做
建立關係。2026年，100%雲開戶的審核越來越緊。當你能夠通過合規的渠道給你的美國本土賬戶匯入第一筆安家費，比如說$3000到$5000，並保持沉澱的時候，你在銀行系統的畫像就從潛在風險者變成了優質準客戶。銀行最看重的是資金往來的頻率，哪怕你每個月只是從券商轉進轉出個幾百美元，有了這種活流水，都在向系統證明你的賬戶是真實的商業或者生活用途。有了這個基礎，再去申請該行或者這個體系的信用卡，那就不叫求人下卡，而叫順水推舟。第二層裂變，個人信用資產化。前面把地基打好了，那接下來就是大家最喜歡的環節，如何讓你的信用變現。注意，信用不是省出來的，而是刷出來的。每卡申請路徑圖。不要亂升，要有路徑。第一步，先申請各大信用卡公司最低門檻的信用卡，比如我手裡的這張為我中國家人申請的 Capital One Platinum 信用卡。如果大家在國內或者是 Amex 美國運通的持卡人的話，也可以使用他们家獨有的全球信用轉化，把你在國內或者香港、新加坡、迪拜積累的良好信用給一鍵平移，拿下你的第一張高額度Amex 美國運通信用卡。第二步，在積累了6到12個月按時還款加穩定流水的信用記錄後，再去挑戰那些鐵面無私的，比如說 Chase、Bank of America、Wells Fargo、Citi 等等。一旦進入這些大行的體系，你就拿到了全球旅行福利的天花板。Oh my God! Wow! 2. 養魚哲學。拿到手卡後，千萬別刷就刷爆了。這裡有個核心的知識點，就是 utilization ratio， 也就是額度使用率。很多人卡一拿到手就把它刷滿，這在系統看來是極度缺錢的表現。真正的養魚高手會把每張卡的使用率控制在10%以內，並配合按時還款，你就會發現你的額度就會像滾雪球一樣。如果你的額度是$7000，你只刷$500，並且按時還款，信用卡發卡行就會認為，嘿，這個人挺有錢的，同時他還不缺錢。這時你的信用分就會坐上火箭，蹭蹭上升。3. 權益複用消費及投資。當你的個人信用矩陣成型，你就會發現全球旅行幾乎不要錢了。這就像我在前面的視頻裡所介紹的，高額保險、免費酒店、航司里程，這些都不是贈品，是你信用資產產生的利息。第三層，高階融資，企業信用矩陣。如果個人卡是 AK47 步槍，那麼企業卡就是卡秋莎火炮。如果你滿足於每年拿點信用卡的 cashback，美金返現，那看到這裡就可以結束了。但如果你有志於企業融資、資產保護或者更大規模的套利，你就必須要理解 LLC， 也就是有限責任公司。防火牆，個人與企業的隔離。為什麼要註冊美國公司，比如說 LLC 呢？最重要的邏輯就是防火牆。企業信用不計入你個人的負債，哪怕你的企業卡這個月刷了$10萬，你的個人信用報告依然是完美的800分。這種資產與負債的隔離是高級金融玩家的標配。2. EIN 與商業賬戶。EIN 就像是企業的社會安全號，或者說 ITIN， 有了它，你就可以開啟 Mercury、Relay 等等商業賬戶，甚至像我一樣開啟傳統大行 Chase Business 的企業賬戶。2026年，作為國際企業家，擁有一個美國實體身份，意味着你可以直接接觸全球最低廉的融資成本。當國內還在為5%的貸款利率發愁時，你可能已經拿到了美國 SBA 的政策性補貼，或者銀行給優質企業的零息循環額度。3. 融資槓桿與中控台。企業信用卡的額度通常是個人信用卡的很多倍，而且它能夠觸及更深層的金融福利，比如說 SBA 企業貸。當你擁有了個人加企業雙矩陣，你就不再只是在刷卡消費，而是在全球低息的環境下，利用美國的規則進行資本套利。總結一下，搭建美國信用矩陣不是為了讓你換個地方花錢，本質上是在做一場跨越
國界的認知套利。這套體系的門檻從來不在於你肉身在哪，而在於你的認知邊界在哪。當然，我也要提醒大家，這裡邊的每個節點都有坑。ITIN 的申請方式、美國居民地址、信用卡申請驗證問題、公司報稅合規、銀行賬戶風控，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有可能導致你的整個矩陣崩塌。如果大家對剛剛聊到的哪個細節還有疑問，或者希望我們就其中環節再做更多的視頻詳細介紹，都歡迎在視頻下方留言，或者後台私信我們全球人團隊，讓我們幫你開啟這個全球化的金融通道。盛有強，一個最懂企業家跨境配置的頻道，我是Sean，我們下期見，拜拜。